真的有再次被可可爱爱的智商所折服。爱姐会把吊绳拉到树上取果果，而可可则会把绳子缠绕到树上，打算让奶成也尝尝想够又够不到的滋味。这操作把奶成和外公惊得目瞪口呆。然而征服这个吊绳玩具，兄妹俩也只用了2-3天的时间。在这2-3天的时间里，真的能看得出他们在用脑，而且在战术上也是层层递进的。这个吊绳玩具刚上新的时候，爱姐还是使用最原始的蛮力，试图攀爬上去取果果。看得出这个过程是有些费力的，可能是爱姐爬得太过认真，没有意识到可可的靠近，于是被可可的一个飞扑吓得摔落在地，还发出了一声狗叫声。后来爱姐想了想，感觉这样攀爬不仅费力，还不一定能吃到最上面的果果，因为爱姐一直以来都会解扣，于是这次她最先想到的还是解扣。爱姐爬上了树后，却发现这个扣很紧，靠牙齿根本解不开，所以爱姐就放弃了这个方法。估计兄妹俩私底下也会交流。当爱姐解扣没有成功后，可可便采用了爬到树上往上拉绳的想法。只见可可用嘴咬住麻绳往后扯，然后再用手接应往后拉，就这样倒了几下手，便开始尝试把麻绳挂在树上。但是因为麻绳太重了，在可可松口的那一刻，麻绳还是凭借着自重回到了原位。虽然可可最终没有成功，但由此可以证明可可的智商也是非常高的。事后兄妹俩可能又交流了战术，可可表示如果从上面拉，对嘴和手的配合度要求很高，成功的几率并不大。爱姐总结了这几次失败的情况，小脑袋里瞬间就有了主意，于是她便用嘴叼着绳子向树上爬，既解决了直接攀爬绳子的费力，又解决了嘴和手配合要求太高的问题。毕竟爬树是他们的强项，于是爱姐便借助大树，把绳子上的果果全部收入囊中。至此，他们经过2-3天的摸索，解决了奶成给他们布置的难题。但事情到此还没结束，可可竟然把麻绳缠绕到了高高的树杈上，打算让奶成也尝尝想拿又拿不到的滋味。这不，虫洞天团又来给可可爱爱放小零食时，都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惊到了。奶成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而外公则是在偷笑。他们真的有在为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而感到骄傲。最后还是奶爸借助梯子和扫把才把吊绳取下来的，他们也就只是刚满2岁的熊猫宝宝。为什么会这么聪明呢？盘点国宝大熊猫的坑爹名场面。当年看到秦韵拖着下半身艰难爬行的样子，不知道骗了多少网友的眼泪。一方面是感叹她的身残志坚，另一方面也是同情她的遭遇。甚至有网友已经掏出手机准备拨打投诉电话了，想质问园方为什么要让一只残疾的大熊猫出来营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秦韵就这么水灵灵的跑起来了，把网友们整得哭笑不得。本来气氛都到了，眼泪也开始打转了，结果你给我整这死出，那我现在到底哭还是不哭呢？而生活在栾川的显眼包灵言和麦麦，一直都致力于发明奶爸在互联网上的新死法。寒冬腊月天，灵言不仅要在水池子里泡澡，还捞起定水冻成的冰块吃，把奶爸吓得瑟瑟发抖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我真服了，这真的是要让我死网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然而做完这一切的灵言，像个没事熊一样，还是一脸不值钱的去找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贴贴。而生活在灵言隔壁的麦少同样不善良，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，蜷缩在角落里吃竹子，看着落魄的样子，像极了流落街头的可怜虫。然而就在这凄惨的镜头之外，是冻成狗并且嗓子都喊哑的奶爸，祈求这个活爹赶紧回家。曾经热衷于揉面打糕榨果汁的春生师傅也是一个小戏精，因为不想吃竹叶只想吃笋笋，他便找了个离游客近的地方跪在那里，还配上了委屈巴巴的小表情。这时来看他的小姐姐问他，春生好可爱啊，你跪在那里干嘛呀？你给是不是在想求着奶妈赶紧给那个笋啊？看到我点头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看他点头的这2下，可以明显看出这把就是冲着奶妈来的。要不是看他和香果都胖成球了，估计这事儿奶妈还真不好解释呢。类似的事情，勇勇的大胖闺女囡囡也曾干过。因为囡囡的体重严重超标，奶爸便给她制定了运动加节食的减肥计划。但是囡囡很懒，翻个身脑袋都不愿意离开地面，愣是撅着屁股原地画圆，所以奶爸就只能寄托在节食上。结果刚3分钟没吃饭的囡囡就开始啃青苔吃落叶，甚至还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通道门口，把奶爸吓得赶紧送上吃的。而雪宝雪大头的脑袋里装的也都是心眼子，雪宝的后肢力量很强，可以叉腰站立的时间长达半分钟以上，平时训练都是好好的。然而这天雪宝却和奶爸玩起了心眼，本来都是一切正常，突然他就跪下了，而且还是双膝下跪，把奶爸吓得也赶紧蹲下，就差要给这个活爹磕一个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演技爆表的大熊猫呢？盘点大熊猫那些做梦都想抹去的黑历史。最近灵言被选为了栾川的旅游推广大使，消息一出，
大家最关心的却是灵岩的政审是怎么通过的。毕竟灵岩不仅沉迷夜店蹦迪，还特别喜欢看美女。他只要发现有穿粉色衣服的美女出现，立刻就会一脸的便宜样的跑过去贴，这表情甚至可以用猥琐来形容。而且他还曾毫不避讳的在直播间大跳电臀舞，直接把直播间都给干封禁了。封禁的理由还是因为涉黄，这在熊猫界也是独一份的存在了。所以网友纷纷评论，严菊现在好歹也是个正处级，拥有这么多黑历史的灵岩，到底是怎么通过政审成功上岸的？估计严菊以后的行为上要十分收敛了，恐怕是再也不能晚上偷摸蹦迪了。而如今生活在青岛的乐水，虽然他如今一脸霸气，像极了身上背有几条熊命的黑老大，但他也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。那时的乐水还叫袁晓，因为爱看热闹被误伤，成为了一代脱星。当年他的哥哥袁大和五一在木架上打架，袁晓看到后就赶紧凑了上去，原本是想近距离吃瓜，结果却被迫卷入其中，最后不仅把腿卡在了木架里，还给整骨折了。就这样打架的当事熊都没事儿，看热闹的却把腿给干骨折了。为了方便给袁晓治疗，兽医就把他的毛裤给脱了，于是他就成了熊猫界第一只脱毛裤的大熊猫。而且当时正好有团队在拍纪录片，把这一幕都记录了下来并广泛流传，袁晓也因此一脱成名。后来袁晓出差来到了青岛，为了摆脱过去，还更名为乐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经常摆出很霸气的模样，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这些掩饰都是徒劳，大家依然记得他是那个被脱毛裤的小趴菜。生活在长隆的国庆，虽然小年纪就被评为了长隆的村花，但国庆也有自己的烦恼，因为全网都知道国庆吃母乳吃到了3岁半，戒奶时还哭了5天5夜的黑历史，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吃奶最久的记录，也因此被大家喊作喝奶大王。而且奶爸们也很讨厌，又是给国庆摆戒奶宴，又是庆祝戒奶1周年的，甚至还在直播时调侃国庆。参见大王，大王今天喝奶奶吗？对，跟妹猪去抢奶奶吧，妹猪那边有奶奶喝。现在整的只要提起国庆，大家就想到他喝奶喝到3岁半。哦，他就是国庆啊，就是那个喝奶喝到3岁半的那个，把国庆气得拍案而起。看来国庆喝奶大王的熊社已经深入人心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大熊猫的黑历史呢？这只坚持猫爪在上的大熊猫，就是灵岩的妈妈金虎的姐姐敏敏。敏敏虽然是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却是典型的猫咪附体。她特别喜欢饲养员撸它，经常把嘴巴卡在栏杆的缝隙里，哼哼唧唧想让奶爸摸摸。当奶爸摸了她下巴时，她就满脸笑眯眯的。既然是猫咪体质，敏敏也同样坚持猫爪在上的原则。这天奶爸和她玩游戏，由于奶爸不停地逗敏敏，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，结果直接把敏敏逗恼了。当然，再有原则的猫猫也有自己的软肋。奶爸用盆奶外加一个小苹果做交换，非让敏敏配合他演一波人爪在上。看得出敏敏当时欲言又止，想骂又不能骂。即便是奶爸很幼稚，但毕竟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，敏敏只好配合奶爸演戏。作为金虎的姐姐，敏敏的语言天赋也同样很强。这天敏敏心情不太好，坐在墙边生闷气。就在这时，奶爸过来喊她吃饭。明明吃饭了。敏敏当时没好气的回了奶爸一句。这句我不饿真的感觉说得好清晰，奶爸也很讨熊厌，故意学敏敏说话。后来都把敏敏给惹恼了，转过头去，屁股对着奶爸造青团，像极了对方已读不回并向你扔来一坨粑粑。虽然敏敏是只喜剧熊，但在做妈妈这方面她是认真的。当年7岁的敏敏第一次当妈妈，因为阿杰体重太大，导致敏敏难产了3天3夜。敏敏一直疼痛着哀嚎，尝试了各种生产姿势，才把宝宝生出来。宝宝非常的健康，体重高达200多克。牟氏姐奶爸给他取名阿杰，寓意杰出的孩子，希望他能成为熊猫界的翘楚。阿杰也不负众望，是当年耿达山的大姐头。后来敏敏第2胎生了显眼包灵岩。其实灵岩小时候很社恐，一出外场就会爬到树上，有时候甚至盆奶都不喝了。而现在的灵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唱歌蹦迪样样精通。因为在直播间大跳电臀舞，都把直播间干封禁了，理由还是很离谱的涉黄。现在的灵岩被选为栾川的旅游推广大使，起码是个正处级。咱也不知道涉黄熊的政审是怎么过的。而敏敏的第3个孩子满满，不仅和哥哥灵岩长得一模一样，也同样是整活高手，被杀树梢蹦迪都不在话下。咱就说一模一样的孩子，敏敏为啥要生2遍？果然敏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显眼包。